你能想象吗？在人类历史的开端，就在第一个罪恶的阴影刚刚出现的时候，神在伊甸园里说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时间的洪流，激起的涟漪贯穿了之后所有的时代。它不光是预言了一场巨大的斗争，更是在人类历史的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冲突与希望并存的主旋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场伟大的仇恨。咱们先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在时间的最开始，伊甸园里是一片完美的和谐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，更没有死亡的阴影。人可以和狮子一起暗卧，神也和人自由地同行。万物之间是一种纯粹又完整的和平。那是一个从未被罪恶玷污过的世界。可是啊，就是一次试探，一个选择，就永远地改变了这一切。这个选择带来了不顺从，而这个不顺从呢，就像一道怎么也补不上的裂痕，唰的一下就划破了整个世界的和谐，把罪恶和隔绝带进了这个曾经完美的世界。就在人类堕落的那一瞬间，整个历史的轨迹可以说是发生了永久性的偏转。一个判决在伊甸园里被宣告，它的回响将定义未来所有的时代。这不单单是一个惩罚，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预言。它揭示了一场要持续到时间尽头的战争。这一节经文是圣经里的第一的预言，可以说它就是理解整个人类历史背后那场属灵斗争的总蓝图。它宣告了一种完全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，一边呢是撒旦和他那些堕落的追随者，另一边就是人类和那位被应许的后裔，也就是未来的救赎主。好的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就顺着这条古老的预言线索，一起去追溯这场从伊甸园就开始的伟大斗争。我们将会看到这场冲突是怎么一步步演变的，它又是如何达到顶点的，并且最终我们会发现它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，甚至可以说有点颠覆我们常识的观点，那就是神所宣告的这种仇恨，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反应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种超自然的干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人堕落之后，人的本性已经不再去敌视邪恶了，反而会跟他越来越像。就揭示了一个很惊人的事实，要是没有神的介入，人类和撒旦搞不好会结成一个巨大的同盟，一起来反抗天庭。整个人类非但不会对撒旦有仇恨，反而会和他联手，一起走向毁灭。所以说，这种被神植入人心的仇恨，实际上是一种保护，是一种拯救。你想，当撒旦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反应？他立刻就明白了，他想要奴役全人类的计划，现在受到了致命的阻碍。他知道人类将会获得一种他以前没见过的力量来抵制他。这一下，他对人类的仇恨简直就像地狱的火一样烧起来了。因为他看到这些曾经被他那么轻易就欺骗的受造物，现在居然成了神慈爱和怜悯的对象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种能够抵抗罪恶、憎恨邪恶的新力量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正是咱们要探讨的核心，神恩典的运作。所以关键点就在这里，这种对罪的仇恨根本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，而是来自于基督的恩典。这股力量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心，带来新生。它在一个原本跟罪恶和平共处的心里面，点燃了战争的火焰，赋予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抵抗那个暴君和篡夺者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当一个人接受基督的时候，他得到的不仅仅是罪的赦免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一场战争就这么打响了。那个旧的喜欢罪恶的本性，跟这个由恩典所赐予的憎恨罪恶的新生命，开始了永不休止的斗争。而这份恩典，就是人反抗罪恶奴役的力量源泉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的进度条快进，来到整个历史的中心点。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肉身的形式来到这个被罪恶笼罩的世界时，伊甸园里预言的那场亘古的仇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。为什么基督会激起这么强烈的仇恨呢？你想他的生命本身就是对罪恶最严厉的谴责。
他的纯正和圣洁，对于那些骄傲的、放纵的、不敬虔的人来说，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责备。他的存在就像一束关不掉的光，把他们内心的所有黑暗全都照亮了，这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。于是乎，一个非常可怕的联盟就形成了。所有叛逆的力量，从撒旦和他的堕落天使，到地上那些心里怀着恶意的人，都史无前例地联合到了一起。他们的目标空前的一计，就是要消灭这位神的儿子。这场仇恨的最终爆发，就把耶稣基督推上了十字架。不过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那股针对基督的仇恨，并没有随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消失，他只是转移了目标，指向了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。这场战争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这节经文揭示了一个相当残酷的现实：你选择了跟随基督，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成为这场属灵战争里的一个目标。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罪和罪人，那么对于纯洁真理的仇恨就永远不会停止，那对真理捍卫者的逼迫也必然会继续下去。撒旦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孔不入，他就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潜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他在家庭里散播纷争，在社会上制造混乱，甚至在教会和国家的议会中进行欺骗和败坏的工作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毁灭人的灵魂和身体。这句警告真的就像警钟一样，从古到今一直都在历史中回响。它提醒我们，我们的敌人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异常活跃，充满了毁灭的意图。我们绝对不能对他持续的活动和成功视而不见，更不能轻视圣经里关于他各种诡计的反复警告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，这场看起来无比宏大的宇宙冲突，最终都要落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落到我们内心的战场上，归结为一场意志的争夺战。这段话可以说彻底颠覆了我们看待矛盾和冲突的方式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，不是我们的邻居或者同事。我们真正的战斗是跟那些看不见的属灵气的邪恶力量在对抗。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。那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圣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作战策略。第一，要清楚地认识到敌人的存在和他惯用的诡计。第二，要依靠神的力量，穿戴他所赐的全副军装来保护自己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在信心中坚定不移地站稳脚跟。这就揭示了这场战争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：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他可以试探你，可以折磨你，可以制造痛苦，但他有一个绝对跨越不了的界限，就是人的意志。只要我们不同意，他就没办法强迫任何一个人去犯罪。所以最终的胜利还是失败，完完全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在这场听起来有点吓人的战争里，有一个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：决定性的胜利早已经被基督赢得了。他在旷野战胜了试探，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死亡。他的胜利使得所有信靠他的人也同样能够得胜。他必然会把力量赐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。你看，从伊甸园的那句预言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这场伟大的斗争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每一天，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选择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一边是罪恶与背叛，另一边是基督与救赎。在这场关乎永恒命运的冲突当中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